新浪娱乐舆情实验室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演员田曦薇，很高兴见到你们。其实不完美就是一种生命力，不完美和完美之间的冲突，就是会有一种撞击出来、迸发出来的，比如积极向上啊的那种生命力。他的心境应该是成长了，就是植发的何之南一直作为一个像姐姐一样的人去劝慰、安慰或者是告诫一个小卷毛，在经历了很多事情，经历了很多失败之后，小卷毛成长为像姐姐一样的人物。就是他应该是一种和自己一起长大了的心情，也算告别，也算是一个新旅程的开始。首先，这个小剧场是非常巧妙的东西，因为它是对剧情或者是人物的一种延伸。直头发的何之南呢，反正就像刚刚说的一样，就和卷毛的何之南是一种姐姐妹妹一样的互相关爱的关系。这两种人格在切换上面会不会比较难把握？一开始的时候，这个度有时候会把握不好，因为就是严肃起来就会挺严肃的，然后导演就会告诉我，你不要就是像一个老师在教导他，你应该是去关心他，因为这个小妹妹是你自己，其实是一个与不完美的自我的对话。就是关注自己，给自己建立安全感，就是满足自己的内心需求。那你会有就是在怀疑自己到爱自己这样一个过程？有，所以就是会结合之南这样的角色，就是大家都有一个成长的过程，就是会慢慢的给自己建立安全感，然后直到你成长成一个8成熟或者9成熟的大人。那你这个时候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成长和变化？初中高中吧。然后到现在就是其实也是在逐渐的。对，那还挺漫长的。但是人生本来就是一个漫长的成长过程，是一个互相陪伴的关系，不光是直发何之南对卷毛何之南的提醒啊，还有劝慰啊，其实还有卷毛何之南对直发何之南生命力的就是感动啊，其实都是相辅相成，就是给对方带来营养的关系。他们其实算是一个互补的关系。对，大家看性格差异也还蛮大的。他其实一直在追逐一个爱情的感觉，比如他印象里爱情是甜蜜的、怦然心动的，就是他其实在何之南时期他并没有很好的解决爱情难题的能力，比如说遇到异地恋的困扰的时候，他也没有一个分辨好人坏人就是男生的能力。比如遇到曲鹏的时候，他的恋爱观其实还是蛮浅的，在他的那个年纪里，他只是在追逐我很心动，我想要你的陪伴，我想要你的理解，就是在这样一个阶段里面。那你觉得他在爱情里一直追求和寻找的东西是什么？他追求寻找的就是一种爱的感觉，或者说被爱的感觉。对自己最大的突破就是其实也是在审视自己的过程，因为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像何之南这样的阶段。我觉得不管是一个飒爽的女主，还是一个在感情里面摸爬滚打然后慢慢站起来的小女生，我觉得都是特别正常，人都是在失控中成长的。希望大家可以在每一次失败中得出成功的经验，然后找到自己的幸福。那如果剧情可以重来一次，最想对何之南说什么？田曦薇想对何之南说，我就是没有，就是我没有任何想要给任何角色的劝导，因为我觉得他们都有一个自己的成长和发展的过程。寻找何之南的感觉，是一个感情浓度非常高的恋爱浓人，要去体验何之南那个时候对爱情的追逐或者是在意。其实也谢谢导演和谢谢所有的演员，就是帮我回到那个时候，就是给我构建出那样子何之南的感觉。奶茶还是咖啡？奶茶。火锅必点的3个菜。牛肉，猪肉片，
番茄。那最近看的一本书，生死疲劳。衣柜里最多的3种颜色，黑白绿吧。最想去的3个城市。我蛮宅的，但是就是一时兴起的话，就是你不能让我现在做计划，因为我是个屁人，然后就是没有做计划的这个能力，不是。对对对，好了，那这个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。好了，这是何之南啊，卷毛何之南。好，那签个名，我们到时候送给粉丝做福利。啊，真的会有人要吗？初恋是什么时候？你们不知道我们下一个嘉宾是谁？是谁呀？反正我也不知道是谁，随缘吧。会不会是王潇老师？随缘吧，可以邀请一下王潇老师。好的，好的。